我今天大包小包嘞。今天来的嘉宾呢，他的演的戏爆红。有姐姐，我有看他的戏，对吗？对吗？是这个口音吗？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啊，我看着他长大的，现在长得亭亭玉立，特别漂亮。听说现在全岛最红就是他，上一系列还不红啊。风水轮流转呐，各位安迪安哥。哎，真的嘞，第3代来了。全听你说。来了，进来，再拍了。嗨，凤姐。习惯吗？完全不习惯。这个什么？这个是老人杯呀。这个什么？你有带东西来孝敬啊？我熬的汤，药材汤。真的吗？呀，你这么贤惠，你不要想说安迪凤喝了之后就嘴巴甜甜呐。来，熬多久？这个汤其实是熬了10多个小时的。好香你喝吧。你也喝啦，因为今天可能要花一些功力。OK。真的好喝啊，好浓的那个汤汁，我们也有准备我们的美食。谢谢 Javanka。你先吃一点，因为你跟制作组讲说你喜欢吃中餐。哦呀。可是他没有说喜欢吃点心呢，你们是会错音啊？没有，我很喜欢。哎，我记得你吃素不是吗？我有吃海鲜跟鸡肉。连这个是素吗？哈，没有说，我以前有吃素。是在特定的时间吃素，现在还是吗？没有说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就，哎，我们就要想，哎，你有没有看那种韩国戏？他们可以很大口的吃，然后很大口的讲话，不很好嘞。你吃素的习惯是非常好，现在很少年轻人会吃素。不，你怎么可以吃素把小时候吃到这么肥呀？你小时候是肥肥圆圆一粒嘞。因为我很喜欢吃饭。好吃吗？我们的。我们在破坏人家形象的。哎，好来，哇，今天选特来上节目，等一下，因为你是我们算是最小的一个嘉宾，排名第2，所以制作组很贴心，哇，就先送给你一个小礼物，让你先放下阶梯。OK， 1 米的，一只小狗狗给你，你哦，哇哦，你可以抱着就接受访问，让我们看到最可爱的沈雕，希望给你爱的抱抱，让你舒服一点，让你更有安全感一点。OK。出道这么久，这是第一次接受一个专访嘛？呀，当然了，整个新传媒只有我开这个节目。可是说真的，今天来这里是有点紧张的嘞。会紧张什么？因为我看了其他艺人受访，都谈到哇，好像很多汗，然后他们都会流眼泪。不是的，因为他们那些人走过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沈雕今天的这个成功，人家只是看到说啊，沈雕今年很红，就因为一部戏《芳草》爆红。不要跑！回来！回来！请问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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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你知道这个在哪里吗？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你在过江新娘之前啊，也有自己的童年、自己的经历，然后自己的出道，然后自己去争取这个角色嘛。我们就先讲这个大家现在比较熟悉啊，大家很喜欢的这个芳草。芳草，听说你也下了很多的苦功，因为我想要争取到那个角色。为什么呢？听说你一看到这剧本就知道，哇，这部戏特别好。他的故事非常感人。然后芳草这个角色，我单单读了那几场，我就知道说她是很讨喜、很善良的一个女生。糊里糊涂这样子。所以你去做了什么功课？我就去学了那个越南腔。怎么学？我去找一位美甲师，越南人。你本身就认识还是？我不认识。其实想办法。对，所以在接到那个剧本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越南人说中文是什么样的。哎，可
可是他那个天书跟脚本有没有要求你说，哎，来一点这个腔，没有还是你自己想的？自己想。哎呦，可是这个就好，这个就好。哦呀，可是他是有讲说他刚从越南过来，所以我就想说中文应该不会说的非常标准吧，肯定会有一点腔。然后你就找一个陌生的美甲师，不是你常用的啦。我很少做美甲的。哦，OK， 好，年轻人不会。你的指甲很漂亮。我的年轻人不需要这些，所以你就去找一个越南美甲师，去跟他学。你第一句话学的是什么？我就念那个台词给他听，因为他也不会读中文，所以我就一句一句念给他听，他就一句一句说给我听。OK， 你现在可以大概发音，就是让我们再怀念一下，就是芳草，芳草，我们要讲台词的，我要你变调，比如说这个点心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哦，这个点心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OK， 厉害，你怎么掌握到那个精髓的？因为芳草来来去去，因为他中文不好嘛，所以来来去去他讲的那几句话，我都已经背得很熟了。不行，我们要再考他难一点的。今天的天气很热，越南人习惯热，所以他的 r 热会变热。哦 ，OK， 今天的天气好，今天的天很热。有灵魂都在了，完全是芳草了。Yeah. 好，然后你就去学，慢慢的去学这句话，然后你就去面试了。对，面试的时候，导演、监制跟 casting 有没有觉得说，哎，你这口音挺棒的？他们都不在，我录给他们看的。哦 ，CB 见不到人。对。其实哥哥，我不想回越南。妈妈爱你，你跟她说，她一定会听你的话的，求求你。哥哥，这个龙我送给你，我的电话也可以送给你，你帮帮我可以吗？求求你。可是因为他们都不在，我不懂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，但一定肯定是很喜欢你嘛，所以就正式的委派，把这个角色委派给你，你就拿到这个角色，而且掌握的非常好，所以在芳草播出的时候就一夕之间爆红了。人家我们都讲说5年难得一遇的好剧情啊，所以爆红之后，空气有没有不一样？就空气、风景、同事有没有开始不一样？没有，只是我就发觉到有很多人，他们开始给我发简讯留言，鼓励我，然后跟我说他很喜欢我饰演的角色，然后叫我再接再厉。然后在戏播出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个 messages， 大概有多少？他一天可以有几百个。可是老实讲，你在这之前，人家看到的可能不一定喊得到你的名字，因为那时候新人辈出，又才华，一大堆新人，所以他们可能看到你就是宣婷，或者是很漂亮的女孩。芳草之后就开始人气暴涨了嘛。所以在过江新娘之前，人家叫不出我名字，他们可能会讲梅娇的女儿，林梅娇的女儿。可是芳草之后，他们也叫不出我名字，他们就讲越南妹，所以应该也没有爆红，那个角色爆红。越南妹、麦粉桃、芳草，他们现在就会这样叫我。这几个名字当中，你比较喜欢或者希望是哪一个名字？都可以。他们认得我，喜欢我就行了。宣婷呢？这个名字希望被人家深深的烙印住吗？需要时间吧。如果有一天他们叫得出宣婷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所以你觉得那部戏的爆红也是因为你的存在？你把戏给演红了。你是含蓄不敢讲是吗？我觉得第一是故事，他的故事真的非常优秀。然后第二就是我也演得不错。对，年轻人就是这样，再来就是有人说，就是你在演芳草之后，可能他也深入这个角色，你的口音最后是听说改不过来。是的，过江新娘之后，我就开拍《大大的梦想》，然后《大大的梦想》他角色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可是有时候导演就会讲，看，想到你那个芳草又跳出来了，因为有时候紧张，我就会回到芳草的样子，所以就要尽量有改变。会不会很辛苦？
因为人家说演员很多时候就是演戏是生活的根本嘛，很多时候是自己一些地方的投射跟创意，可是可能很多时候那个就是宣婷的存在，怎么样把我不用不见？那怎么办？你还那么新，才 create 一个很成功的，然后跟你讲把那个拿掉。刚开始我需要一些时间适应，然后我跟我的经理们讲说我是要去上中文课，因为我的音全部都跑到不懂，全部都你入戏这么深吗？好像我跟我妈聊天，跟朋友聊天，他们讲哇 ，Your Chinese very bad now 哎，我就OK，I think 因为这3个月来，我只要一说中文，我就会用芳草的口音来说，所以就一时。你真的觉得你有变，还是被人家读到你觉得真的不变？因为有一种办法是抵抗这个社会的，是大家这样讲你，你就要反他们跟他讲。其实我华文一直都是这样。其实我中文从来不好。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角色之后，到日常生活还有很多人见到你就来2句越南话？不会，可是他们会叫我滚。如果需要我的话，我在外面。滚！哥哥，你可以动了。滚！哦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滚！我就OK， 我滚。你 OK 吗？在生活中还是 OK 啊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因为他们应该是蛮喜欢这个角色，然后看到后觉得有印象，他们记得里面的台词，才会这样跟我说。你会怕跳脱不了吗？因为太久了，有些时候演员一些作品就之后就希望说可以轰动一时，但是不能轰动一世。就是一段时间我2、3部作品出来，你们还在那边跟我玩越南腔。所以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接到的下一个角色跟芳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可能观众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我吧。OK， 可是，在芳草整个被大家肯定跟宣婷被大家喜爱之后呢，就比较可惜的就是在今年红星大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10大，大家挺意外的，也替你觉得很心疼。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当下我没有得奖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是先报女生的，就是10大女艺人，然后再报10大男艺人，所以我没有得之后，我就转过去看徐彬，我会讲说 OK， 因为我们都支持彼此啦，就希望其中一个可以得奖。不，你那时候当下有没有人来安慰你，或者是说，我觉得安慰你是还好，我最怕的是在事前人家讲，你一定可以，哇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让你完全无退路。你谢谢他们这么看得起你，可是他那句话出来之后，你的世界都已经黑暗了。其实我自己还好，可是我是比较难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辜负支持我的人呀，因为他们都很希望我可以得奖，好像我经理人他紧张了一整天，他比我还紧张，然后还有化妆师，就是他们都很支持我，然后还要画的美一点，然后讲哇哥 later maybe you going on stage you know。所以你那个当下感觉就是背负着很多爱你的人的眼光。对，所以我没有得奖之后的那个 break， 我就马上跑过去跟他们讲对不起。哎呀，但是之后呢？妈妈怎么样跟还有身旁的朋友怎么样去消化这件事情？我觉得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入围10大，我在颁奖典礼之前就问自己说，如果我得奖当然是好事，可是如果我不得奖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反应。然后我就在车上，我就看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失望。妈妈是怎么样跟你开口跟你开始谈这件事？我觉得她有一点失望。他有一点难过，真性情嘛，对，只有对自己的孩子敢这样讲。等下问梅娇姐，选对怎么样？啊 ，OK 啊，选对妈妈有点失望了，这个才是真娘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他就有点失望，可是他又
想要确保我没有太失望，所以他一样那种妈妈的心情哦，又要去安慰自己的孩子，他就讲你都完全 read 得到你妈，对不对？对 read 得到，而且他不是那种来会讲出来的，他是那种来你看到他有点来这样的感觉，那你就懂来他有东西要讲。然后那天我就印象非常深刻，我跟妈妈说了一句我觉得挺不错的一段话，我就跟他讲说。你知道，当一个孩子跌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看父母的反应。他们会看，如果父母非常紧张，然后跑过去安慰，那个孩子就会意识到说，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他跌倒了，他可以哭，他就会哭。可是如果他看到他父母不把他当成一回事的，哦，你跌倒了，哎呀，就笑着讲说 ，just stand up and then continue to go and play。那个孩子就会意识到说 ，actually this is not a fall。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我觉得 this is not a fall，and 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，然后已经有这么多人这么支持我，我觉得我已经赢了，所以我们就 just 再接再厉呀。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拿到最后的那个结果，在过程中，甚至于最后没有拿到，你得到的更多是难能可贵的友情、鼓励跟自己的一份修养的学习。沈腾，你再吃一点吧。好因为我觉得太冷了就不好吃，然后你应该没有吃东西吧？呀，哎，这个是我买的很好吃的马蹄糕，呀，好吃。好好吃 right？好吃好吃。我们知道大家对沈腾的印象就是星二代，然后芳草。可是其实沈腾在真正的踏入演艺圈之前，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半工半读，就是已经一脚。半脚踏进来了。那个时候是在几岁的时候？什么戏呢？我第一部作品是96度 C 咖啡网络版。你对你那个时候有信心吗？完全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当年的沈腾，他如果说对自己没信心，那就真的没信心。等一下，老板，ice 摩咖一杯。好，马上来。你是整容吗？当然不是整容，是那种 baby fat。我可以不要看吗？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掉到水里。不要就没有机会。 But it's so cute， 很 fresh， 很 fresh， 很 fresh。My God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孩子会长大。你看你现在在跟陈信奇站在一起，又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几岁？17岁吧。17岁， Yeah. 怎么样去面试拿到这个角色？在怎么样的巧合之下？在这部戏之前 ，MediaCorp 的 casting 组他们就讲说：“哎，妹妹，你对演戏有兴趣吗？”我怎么会看到你呢？是跟妈妈去电视台？对，因为我从小就会跟妈妈去演戏，所以他们都看着我长大嘛。所以就看到大概16、17岁的时候，讲说，要不然你来拍一个小视频，然后如果我们有适合的角色，就可以找你进来拍。那时候他们找你的时候，就开始觉得，我也跟妈妈一样可以当明星了哦，会不会？对啊，就开始觉得，可能他们也看到我越来越漂亮，所以就找我进来拍戏。我那个时候非常有自信的嘞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虽然你家没有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脸是非常圆的嘛，可是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，这个就是福报脸，是很可爱，五官这样的小孩子，大人都喜欢的，没有可能15岁干干扁扁瘦瘦的不可以，你这个是人见人爱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所以那个导演就叫你去面试，一个小镜头而已，就是讲说你just拍一个随便一个小视频给人家看，你会演戏啊哈。然后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就讲，要不然你就演。可能你心爱的人去世吧，所以你在他的病床旁边哭，我就讲OK， 那我很紧张，我手在抖，那我就妈，你为什么要叫你妈？因为这里没有别人了，我就妈，那我就看那个帮我 record 的人。妈，反正就是来非常尴尬，然后他们之后叫我回去演，我有点意外了。其实到现在我去面试，我还会很紧张的。说人家大家会有一个迷思，以为新传媒的艺人、新二代的艺人是不用面试你爆红的，是这样的说法吗？我面试很多个不同的角色，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吧，那时候还在念书。
每1-2个月都会去好几个面试，命中率多高？很少，很难拿到的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们不能讲他们全部赢在起跑线上，什么路该走的都还是走过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也不是100%。然后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开始半工半读，应该是很辛苦的吧？16、17岁拍96度 C， 然后播了之后，观众反应不是很好，所以就等了一段时期才开始回来演戏。一定有20岁的时候，在念大学的时候。大学的时候就回来，可是志在四方，我们要看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志在四方演灵演呐，对对对，我们来反正就是看一很小的角色。志在四方，他有闪挑有惊鸿一瞥出现，气还很重这样。我们在等多2他在这里个副手才来的时候，导演还把他头放大。边吃边想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紧张了很久哎。对他紧张了很久哦。你看，还有有请你们3个一起上场。哦，他的重量级的出场就是这样，没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没了。这样就让你很紧张。我拍的时候拍很长一段时间，播出来就3场。说这些点点滴滴，反而是以后让你的演技精湛的垫脚石。就是你可以走一些灵演小角色，你都一直在这里面小小的发光发亮，只是还好没有人发现。其实我很庆幸有这一段时候，哎，因为如果我那时候没有进来演这种小角色的话，我觉得我现在进来我就会很紧张。是你现在进来，你的这些演技大家说比较自然，然后比较舒服，都是因为你从小角色开始就接受了，不是一进来就自然的，真的是来慢慢紧张，然后紧张到不紧张才开始可以发挥。所以20岁算稍微小小长大了一点啦。角色的有没有比较多一点发挥了？多一点发挥可能就是《吻我吧，祝家男》，我演一个想要勾引黄俊雄的一个角色。OK， 然后就下一个就是G时代，就是那些小角色之后吧，然后开始真正有的发挥。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一直是有戏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好像很多人都讲说，哎，你好像一进来就有戏拍，因为我现在就毕业之后就一直有在拍戏嘛。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其实有一段很长需要等待的时间，是没有人看到你的，你已经拍了也没有人知道的。对，还好我在念书的时候度过的，所以就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很少角色，然后等的时间需要等可能几个月才会有一个角色进来。但是你如果在拍戏的时候还要兼顾读书，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你读的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科呀。读的什么？数字编 Information Systems Coding 的，就是电脑编码员，那个程序是非常的混乱呀，细心，一个 code 都不能打错的。对，你为什么要读这么辛苦的一科？其实那个时候我有在考虑说我要拿哪一科，然后可能就想说去念 business 吧。可是我的好朋友他那时候就在读 business， 他讲说他后悔没有来读这个 coding， 因为以后如果出去工作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skill to have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我都要读4年，那就去读一个真的以后可以用得到的东西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怎么样去衔接拍戏跟读书呢？那段时期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一个部分，而且你的辛苦还不一定有等得到答案呀，很可怕的呀。你不知道毕业是不是做那个，你不知道演戏有没有前途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就是坚持要去念大学的一个原因。因为在念大学之前，我就有想说，哎，可能现在都有人找我拍戏了，可能以后我会演戏。可是可能从小跟妈妈长大，我知道这个演艺圈不是讲说你自己想要做好就可以做好的，是一个未知数。对，所以我就希望说有一个 backup plan， 所以就年去读了4年的大学。这些有跟妈妈讨论吗？有啊。她给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她讲你开心就好咯。她从来不给你压力。可是我自己会给自己压力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因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然后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做得好，所以我就想要帮自己铺一个比较好的牌。非常好。那你在读书的时候，
有拍戏的时候有拍到半夜吧？有连续2、3天回来还要交功课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记得好像有时候夜戏拍到11、2点，然后有功课，隔天就需要去交，然后去 present 的，所以我就不用睡哦，我就拍到12点，然后就做功课做到4、5点，可能睡一下，然后就去学校了。有崩溃过吗？当然有，每天都在崩溃。怎么发泄？怎么跟妈妈撒娇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累了。然后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做口定的东西，妈妈也没帮不到啊有办法帮到啊，所以我就哭，然后我还会看那个时间 ，OK， 我还可以哭多来15、20分钟。所以你是怎样哭？跟我讲，呀，然后我就哭，then OK，after that 我就擦干，然后去洗脸，然后就回去口定。在那个时候，妈妈是怎么样去应付你？他尽量不要踩到我，就是给我那个空间吧。你觉得他怎么样适当的陪伴你？可能他就会好像每次都载我去上学上班，所以我就不用精神上的支柱，对啊对陪伴你，让你节省你的时间。还有帮我做早餐、做午餐这样。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做那些明星梦的时候？有，看妈妈演戏很简单哦，你在片场看她演戏，我想要当歌手，我很喜欢唱歌。这个小星梦啊，在你心底多久以前就能发芽？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，然后每次都谁是你的观众？我妈，你怎样每天逼她？晚上都一定要坐在那边听我唱几首歌，而且还要点歌。然后如果没有唱爽的话，她不能睡觉。可是她很喜欢哎，谁会看自己的孩子不喜欢啊？她觉得我唱得很好。这是他唯一拍戏回去最 sweet 的时间。对所以如果有机会给你做歌手，你还是要做歌手。 ，no。现在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的话，我想要当演员，因为我已经很舒服了。我很喜欢演戏，而且长大之后听一听自己的歌声，不错，但也不是非常好，所以就只能办小型演唱会啦。对啦，对，就是大型巡回的做不到。对，你们要听的话，可以试一下唱给你们听一下，非常乐意。有什么版权是你的吗？大大的梦想主题曲是你唱的对吗？是我唱的。OK， 可是那主题曲 rock 哎，因为没有 music rock 有一点干了。对，大大的梦要有小小的我，重重的节奏，真心的解脱。放下过去那无法释怀的我 ，Just love me, just for me， 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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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他的声音是很清澈的，很清澈的那种，有点天籁。谢谢。所以在新人当中，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算是名列前茅？这是我们撰稿社的。我们开始在讨论这一点。这个你可以谦虚回答，也可以勇敢回答，因为现在年轻人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想法啊，不用太老套。OK， 所以在签新传媒之前，我给自己设定3年，如果做不到我心里的好的话，没有达到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，我就会离开。你现在签几年了？1年半，所以红的就是半年哦。大概1年后1年后我就有那部作品。OK。所以我觉得暂时是做得不错的。挺大方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外貌上来讲的话呢，对自己有信心吗？其实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哎，我觉得自己长得不错，然后就是讨喜，可是有福气，有福报，然后其实长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自己长得不错。有人去怀疑过你吗？有啊，多。怎么样说？他们怎么问？所以 OK， 就在《过江新娘》播出之后，就有比较多报道嘛，很多记者都会写关于我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我就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说，虽然宣婷长得不是最漂亮的，哎呀，这个字眼也被你看到，这记者也不能夸人夸一点，就全面性的吗？对啊，那还会讲说，哦，虽然她长得不是最高，不是很像模特儿，可是她就在别的地方补充了她的不足。听到这种东西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回去问你妈妈，说福报是长什么样？我就觉得说，如果妈妈她的性格是比较弱的，那我就要强，因为你要保护妈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从小就会想说，我长大后一定要
优秀，一定要做得好，然后可以给妈妈好日子过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